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您好，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进行深度的解析。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 CT 撰写的这份报告。说真的，里面的数据蛮惊人的。对，其实这份报告点出了一个很关键的现象，就是全球大宗商品现在正在面临一场大概是50年来最严重的供应风暴。哇，50年那真的是非常久啊。报告里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就像是你家浴缸的水现在放的比注水还要快。没错，而且更糟的是，现在连注水的那个主阀门都直接被关掉了。这也太惨了吧！难怪报告预测铝价可能会一路狂飙到每吨$4000。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先看那个主阀门为什么被关掉，其实最直接的导火线就是中东的地缘冲突。报道提到，这直接导致超过300万吨的原铝产量预测被下调。300万吨，这数字很大呀。那难道不能像以前那样赶快恢复吗？也就是所谓的 V 型反转？很难啦，因为像基础设施重建啊，还有陆质中断，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阻碍，根本等不到那种 V 型复苏的。可是过去只要价格一涨，中国的产能不是马上就能跟上吗？那个自我调节机制难道现在失效了吗？对，这个机制确实已经失效的，因为中国现在实行了4500万吨的产能天花板。哦，就是说上限已经卡死了，闲置产能等于是归零了。完全正确。虽然有人会说，印尼在2026年产量会大增90%，大概达到153万吨。听起来是蛮多的啊。对，听起来多，但其实完全补不上中东的缺口。这导致2026年全球总产量依然是负成长，也就是负1.9%。哇，供应端真的是被彻底锁死了。那如果接下来全球经济衰退呢？需求大减的话，价格不就下来了吗？这就是大家常有的盲点了。其实报告指出，现在的结构已经完全变了。怎么说？结构变在哪里？主要是绿能转型，像是铺设电网啊，还有新能源车，这些刚性需求已经占了中国铝需求将近25%。25%，那比率真的很高诶。没错，所以对比2008年或者是保罗沃克时期的高息衰退，这一次就算2027年全球需求萎缩5%，库存也只会勉强持平。也就是说，根本无法累积库存吗？对，完全累积不起来。这样听起来，铝已经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传统的工业金属了。它本质上根本就是以金属形式呈现的绿色电力，对吧？这个比喻非常精准。既然供应锁死，需求又有刚性支撑，实体库存就会持续干涸，这在金融市场上就会引发非常剧烈的震荡。就是报告里提到的非线性逼空吗？没错，一旦现货买不到，那些空头就会被迫在期货市场上不计代价地买回平仓。CT 甚至列出了情境预测。哦，他们怎么预测的？他们认为基准情境，也就是有50%的几率均价会到$4000。那牛市情境呢？有30%的几率直接奔向$5350。哇，5000多。那熊市呢？总有跌的时候吧？熊市大约有20%的几率，但即使是熊市，也有第90百分位边际成本的支撑，大概在$3000左右。意思是跌到$3000，很多厂就亏本停产，供应瞬间切断，价格就跌不下去了。完全正确。所以 CT 具体的操作策略是做多2026年12月的远期期货。只有这样吗？还有，他们布置了$3300到$3600的买权价差策略，也就是所谓的 call spread。call spread 这种策略既锁定了下行的风险，同时又保留了非线性飙涨的空间，真的很聪明。不过现在总经下行风险，比如美元强势啊、去杠杆啊，会有影响吗？短期波动难免，但长期的定价权已经被缺乏弹性的供给和绿能的刚性需求给彻底重塑了。真的非常颠覆认知。这也让人不禁想问，当能源转型重挫了大宗商品的定价逻辑，除了铝之外，还有哪些传统金属正在悄悄变成未来的绿色核心资产呢？对，这绝对是接下来市场上最值得持续追踪的投资主线了。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者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警语：本报告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